委员。谢谢主席，有请教育部林次长备询。好，委员好，各位委员好，次长好。是。依据《特殊教育法施行细则》第10条的规定，特教教师在每个学期初都应该与学生、家长、普通班导师共同拟定个别化的教育计划，也就是 IEP 以评估不同学生的能力、家庭状况、所需服务评量方式以及转衔辅导等向度相关内容跟会议都必须在开学之前完成。想请教一下次长，您知道 IEP 现在是纸本作业还是数位作业吗？IEP 的部分基本上它就是针对学生的个别的计划，由学校老师跟包含了纸本还是数位？不好意思，谢谢。那基本上应该它因为那个 IEP 它是针对。好，我来帮助一下次长IEP 目前的做法是先数位再纸本，再数位再纸本再数位它其实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繁复的转换过程所以你有听说过 IEP 要先下载列印，写完以后还要匿名，然后之后再纸本上传变成数位化吗？请问您知道这个流程吗？是，对，是都有这样的程序。好，谢谢。对于 IEP 的全纸本作业加上数位化这样一个不断的繁复的转换的过程来说，我觉得在这个数位化科技进步的时代来讲本席感到有点意外那更痛苦的是，根据第一线特教老师所提供的资讯现行 IEP 的全纸本加上后续还要数位化的这个作业，其实是相当复杂的。因为上传之前呢，还要隐去学生的基本或敏感资料再上传，也就是老师写完、扫描完，还要再隐蔽敏感资料，最后再做上传的动作其实真的是相当的辛苦不知道教育部能不能有机会向地方政府来了解一下到底县市政府有多少是要求这件事假设各个县市都这样做，以国中小特教生大概79000人，高中职特教生24000人，加起来大概有10万人以上每个人的 IEP 如果保守估计一份是10页的话，内容来推估一个学期就有那么多的老师要执行100多万次的上传、扫描、后置、检查再上传那我想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某个县市的 IEP 上传页面，从画面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完成以后大家还要签名加用印再上传这个过程真的是相当繁复填表单还特别说明说一定要隐去学生基本资料再上传，而且听说这不是一个单一案例想请教一下次长，数位科技这么的进步AI 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教育部有没有讨论过以数位科技来协助这么多这么繁复的作业的 IEP 的执行的可能性？好，谢谢委员的一个提醒IEP 的部分能够用科技化的部分来做处理。那我想这个我们国教署在7月底之前会邀各县市政府，那么就有关这个部分来做一个讨论。太好了，真的非常感谢我想真的希望这个教育部可以善用数位科技的机制来设法协助第一线老师们的工作效益啦那也不要太担心这些所谓的隐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呢就已经将人工智慧数位化导入到整个医疗的体系当中，让医护人员可以更快速的完成各项记录。医师可以，我相信老师也可以那我想在这个 ChatGPT 快速进步的时代说不定在数位化的过程还可以导入 AI 化让老师们的 IEP 撰写呢还可以更容易。其实网络上已经开始有特教老师分享相关的尝试所以显然是有需求才会有老师进行尝试希望能够从未来的这个系统的建设当中去符合老师们的需求。同时呢，这个从学制还有未来衔接劳政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不同主管机关来看，我相信数位化也是一个比较长远有效性的做法。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数位化之外，也希望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签名用印的状况也可以改善，好不好？我们这个最近我们一直在推电子签章法了那我们每一次出现，我们都要拿这个板子出来数位部提供的26个部会里面，看起来呢，第18呢就是我们教育部唯一一个排除电子签章法适用的单位所以不知道能不能请主席邀请我们的这个国教署的这个彭署长，可不可以一起出现那我想希望可以一起来拥抱电子签章了那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邀请次长跟署长跟我们一起欢呼这个大胆拥抱电子签章，可以吗？好不好？好，3、2、1，好，3、2、1，
大胆拥抱电子签章吧！那我们希望呢，这个接下来这个上面的每一个部会都可以被我们杠掉了哈。那看了哪个孩子的资料，对资料做了什么，以数位轨迹的方式留下记录，也是一个机制啦。在过去的这个病历的系统都普遍使用了哈。那期待请教育部的专家教育部呢邀集相关的专家、民间团体，将数位协作呢导入 IEP， 并且建立数位平台。也谢谢刚刚有允诺了哈，就是在7月以前，那也希望呢能够来评估电子签章是不是就大胆拥抱。那再来呢，我们想要跟次长这个就教适应体育的部分想请教一下次长适应体育呢是不是适合所有人的运动了那请教一下现行的适应体育在特教的部分有没有包含水中的部分？跟委员报告一下，有关适应体育的部分的话，基本上也是让这个身心障碍学生的部分能够个别做一个差异。当然，如果是包含的那个游泳的课程，也是会做一些的，水上的课程也会包含在这上面。那目前这个重症的、极重症的儿童家长团体其实有陈情这个肢体极度障碍的孩子其实这个非常多的这个学校就读，就算他有游泳池的状态之下，还必须自费到校园以外去参加水中的适运体育啦其实我们认为这个水中的适运运动呢，其实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如果能够在这个没有地心引力的影响之下，让他们在水中借由这个流动啦、包覆啦、温度啦等等，其实可以刺激他们的脑神经跟肌肉的这个重新连接跟刺激不知道能不能请次长责成体育署3个月内邀集相关专家、民间团体、家长团体等等，研议订定水中适应体育的指引，并且是极重症特教也可以适用的方案。是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有关水中适应的相关的教材研发，目前我们就有一些现成的，包含国小跟国中的一些相关适应的一个教案了。那委员这边提到了3个月邀集相关团体来，那么研定水中适应的体育指引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配合办理。好，太好了，非常感谢那我想次长接下来要和您讨论教育多元化以及平权的问题最近我接到不少的家长陈情啦希望能够来了解现行的国民教育法第6条第2项，为协助前项实验教育之发展，主管机关应订定相关补助规定这个前项实验教育包含学校形态和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但是本法修正以后，已经公布施行将近1年了相关的补助规定依然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想请教一下次长，相关的补助规定目前研议进度究竟如何？预计补助哪些内容？什么时候可以提出？但是他讲这个的话，我可以再补充。好，谢谢，跟委员报告一下那针对这个免学杂费的部分，公立学校的部分是包含了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学校。我现在说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也是都有那委员提到了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的部分，那这个学杂费是依照实际的需求，是由学生自行来负担，是没有补助的。那我想这个部分，但是你们已经有法条第6条第2项，麻烦你们回去看为协助前项实验教育之发展，这个实验教育是包含学校跟非学校形态。谢谢委员。这个在去年国教法在研修的时候有一些讨论定了这一个已经通过了对。有些讨论，但没有细则没有施行那这个子项在研定的过程中，我们不是去直接补助学生学费，而是去补助了什么？第一，我们可能会对特殊的学生一定要给他特殊的协助，那个补助就会比较多。但是整体的学校那个到底有没有补助？补助的规范是什么？已经施行了吗？我们已经提了大概2次的专家会议，在最终在6月底以前会确认。6月底以前吗？好，非常好，谢谢这是提醒次长我国宪法第159条明确昭示，国民受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儿童权利公约也揭示了保障及促进儿童及少年权利的规定，在我国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第28条当中就规定缔约国确认儿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为使此项权利于机会平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缔约国尤应实现全面的免费义务小学教育，同时也要鼓励发展不同形态之中等教育，包括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使所有儿童能够进入就读，并且采取适当措施，诸如实行免费教育以及对所有有需求者提供财务的协助。我们真的是不希望让孩子因为本身家庭的经济条件，而在更多元的教育选择上面，包含实验教育，包含各种类型的实验教育，失去平等
选择的权利。补助学费的用意，我相信也是如此了哈。所以也谢谢刚刚的允诺哈，希望在6月底前能够教育部这里能够持续的研议对于国中、国小阶段的多元教育的选项，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出包含的内容，给予学费补助的原因以及补助的方式，请教育部就相关规定研议以后提供给本席，那也让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各种多元教育的一些方案，以及平等教育的权利，可以吗？谢谢。好，谢谢委员，我们在6月底前会找各县市政府来做研议。谢谢。